大家好，欢迎来到野球特报。上礼拜我们那个2026 WBC 台湾队30人终极预测名单的影片一发出去，哇，那个后台哦，我跟你说超过300则留言，我有看到留言区真的是炮火猛烈，简直就是战场了嘛。我完全可以理解啦，这些都是球迷心中的英雄级球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大家先冷静一下，先放下对球员的情感。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是争论谁对谁错，而是要一起来解开这份反直觉名单里藏着的那个制胜公式。那我们就从最多人最无法接受的那一点开始吧。好啊。好的，我们直接切入核心。Stuart Fairchild， 一个有大联盟资历的选手，为什么会被放在第9棒？这其实就是传统棒球思维跟现代数据分析一个最经典的冲突点。怎么说？传统观念里，最好的球员，就是要放最前面嘛，不是3、4棒就是第1棒，对不对？对啊。但数据揭示了另一层现实。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我们去看 Fairchild 在2025年球季，他合并大联盟跟3A 的上垒率，也就是 OBP， 其实只有.273。这不就等于说，如果把它放在第1棒，它有超过70%的几率是会帮对手拿下第一个出局数。没错，既然上垒率这么不理想，那为什么还要选它？它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稳定上垒，而是在于它上垒之后能做什么。我记得他的冲刺数据在大联盟是 PR87， 意思就是他跑得比87%的大联盟选手都还要快。但问题来了，一个跑得快但不容易上垒的选手，放第1棒是浪费，但放在第9棒意义又在哪里？这就是战术思维的转变。我们不再把第9棒看成是打线的终点，而是下一轮攻势的起点，就是所谓的9-1-2连线战术。请你想象一个画面哦，比赛后段双方僵持不下，轮到第9棒的 Fairchild， 他不需要打安打，只要靠一次保送、一个触身球，甚至对方一次失误上垒，瞬间一垒上站的是谁？一个能让对方投手跟捕手都心神不宁的大联盟级快腿。对，那对方投手为了防止他盗垒，投球节奏会被打乱，配球策略也会被迫简化，可能就会投出更多容易掌握的直球。完全正确。而这个剧本正好就喂给了我们接下来的第1棒陈晨威，还有第2棒林立。所以 Fairchild 的任务不是当英雄，而是成为那条点燃核弹的引信。引信这个说法很棒。他的上垒会为陈晨威跟林立创造出最有利的攻击环境，这才是得分期望值的最大化。所以把它放第9棒不是贬低，是战术上的旗帜利用。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1棒是陈晨威，因为数据上他2025年打击率是.307，安打数联盟第2，还有27次盗垒。他是一个更稳定、更能有效点燃战火的开路先锋。OK， 这个布局我开始有点懂了。好。如果说 Fairchild 的安排是战术上的巧思，那接下来这个决定就真的触动了球迷最敏感的神经。我知道你要讲谁了。为什么四爷陈杰宪会被移出先发名单？他可是2024年12强赛的 MVP 是这支球队公认的精神领袖是。把他放在板凳上，这在情感上很多人是真的没办法接受的。这绝对是这份名单里面最困难也最需要勇气的决定。时间是残酷的，没错，运动员的身体状况也是。2025年他确实因为手腕的旧伤打停停的。在2025整个赛季，他的打击率、安打数都罕见地掉出了联盟的前15名。这对一个 MVP 等级的选手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警讯。但他是陈杰宪呐，他在场上的那个领导气质，他稳定军心的能力，这些是数据算不出来的吧？但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硬是把一位带着伤、近况下滑的英雄排上先发，然后让目前球队中状况最火烫的林立或陈晨威其中一个人坐在板凳上，这对团队的胜利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所以这份名单的选择不是否定陈杰宪，而是为他重新定义一个我认为是更具威胁性的角色，也就是关键时刻的王牌代打。我们把他从整场比赛的消耗中解放出来，让他把所有的能量、经验跟斗志
全部灌注在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那一个打席上。我好像有点画面了。比赛打到第7局，2-2平手，1-2垒有人，2人出局。你订阅了吗？记得还要按赞加分享哦。陈杰宪从休息区走出来，你想想看，那个画面带给对方的压力会有多大？这个调度有双重好处：第一，保护他的手腕，让他不用负担整场手背，可以专注在挥棒上；第二，我们把他最宝贵的大赛经验用在最锋利的刀口上。这个说法虽然听起来还是有点残酷，但在战术上确实更合理。是的。OK， 所以整个打线的逻辑其实是建立在功能性跟战术最大化上。这就带到下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看不懂的。邓凯威，他在2025年大联盟的高达 6.37 的防御率，确实会让任何看到数据的人都捏一把冷汗。何止冷汗，我看过他那几场比赛的精华，那个控球到处乱喷的画面。把这样的投手排进先发轮值，尤其是在一场都不能输的比赛里，这不是在玩火吗？这就要谈到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概念，我们称之为降阶打击或情境压制力。情境压制力，我们得先问，邓凯威在大联盟为什么会投得这么挣扎？因为打者太厉害，导致他产生一种不敢投进好球带的恐惧。我懂，怕被打。对，他会不断尝试用引诱球投在边边角角，结果就是保送连连，然后就陷入恶性循环。当他回到3A 的时候，他完全是另一个投手。他在3A 的防御率是漂亮的 3.63， 而且每9局3振数非常高。因为在3A， 他心里很清楚，我的球威，我的 stuff 足以压制这里的所有人。他敢于攻击好球带，敢于用他最好的武器去挑战打者。澳洲队的打者组成绝大多数是落在小联盟 1A 到 3A 这个层级的选手。面对澳洲队，他完全不需要像在大联盟那样闪躲，他只需要复制他在 3A 的成功模式，拿出他那颗横扫幅度极大的 slider 或 sweeper， 大胆的攻击好球带。以澳洲打者的成绩，是高几率跟不上那种品质的变化球的。我们是用一位具备 3A 顶级压制力的投手，去对付一支平均实力在 1A 到 3A 的打线，不能被他挣扎的大联盟数据给迷惑了。没错。好，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个人觉得最心痛的抉择，内野防区游击手这个我知道。姜昆宇，中职公认的防守圣经，金手套奖拿到手软。为什么在这份终极名单里，先发游击手会是正宗者？首先必须强调，这绝对不是在否定姜昆宇的伟大。他在中华职棒的守备是教科书级别的，稳定性无人能及。当战场拉到 WBC 这个层级，我们评估的标准就必须改变。核心考量点只有一个：极致的守备范围。WBC 的比赛强度最直接的差异就是击球出速，滚地球跟子弹一样。而郑宗哲的球探报告里，他的守备被评为65分，满分是80，这已经非常接近大联盟金手套的水准。更重要的是，他的跑垒速度有60分，这两者结合，代表他的横向移动爆发力跟覆盖的范围，在客观数据上确实是优于姜昆宇的。而且除了守备，攻击面也必须纳入考量。郑宗哲虽然在 3A 的打击预兆面数字不算顶尖，但他每天对决的是155公里起跳的火球跟各种魔球。他对高强度投手的适应性是已经被证明的。对，所以选择郑宗哲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天花板，用极致的守备范围跟攻击适应性去赌一个更高的胜率。正是如此。当然，姜昆宇依然是名单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了。他会是比赛后段最让人安心的防守组。但在先发游击这个位置上，为了应对更高层级的挑战，郑宗哲是数据上更合理的选择。了解了。好了，我们把这4个最大的争议点都拆解了一遍。我想这份名单还有我们今天的讨论，从来都不是要否定任何一位球员过去的辉煌。当然不是，我们只是在为台湾队寻找一个能在2026年赢下比赛的最佳公式。我相信不论是谁，我们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希望台湾队能赢，对吧？没错，大家都是爱台湾队的。有时候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就是得做出一些虽然令人心痛，但却是更为理性的决定。你被我们说服了吗？或者你依然坚持己见？
棒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永远都有讨论的空间。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为台湾队加油！